同樣都是飛機，為什麼直升機的事故率比其他飛機高呢？很多人總覺得直升机飛行高度低，又能垂直起降，还能空中悬停，发动机空中熄火了，还能靠自轉下滑，怎麼看都比噴氣飛機安全。但你要知道，直升機渾身上下幾乎全是由毫無退路的單點零件撐起來的，只要其中一個疲勞斷裂，神仙在座艙裡也救不回來。你比如連同發動機和旋翼的主減速器，以及控制槳葉角度的傾斜盤，發動機動產生的高轉速全得靠主減速器在極端高壓下降到幾百轉，再去驅動巨大槳葉，而傾斜盤必須在毫秒級的精度下不斷調整每一片槳葉在旋轉過程中的周期變距。這個核心節點承受着整架飛機的重力、劇烈顛簸和狂暴的交變應力，偏偏它在物理上根本沒辦法做任何雙倍份。主減速器一旦齒輪卡死或者軸承碎裂，整個旋翼系統當場就會在空中解體。再比如說直升機的機尾，單旋翼直升機能正常往前飛，全靠屁股後面那根貫穿尾梁的傳動軸帶動尾槳拼命吹風來平衡扭矩。這根傳動軸只要出現故障，或者尾部齒輪箱缺油爆死，整架直升机就會在一瞬間變成失控旋轉的大陀螺，幾秒鐘內產生的離心過載就能把飛行員直接甩暈，連呼救的機會都沒有。拋開機械層面的容錯率極低不談，直升機的氣動特性更是一個天生自帶失控傾向的物理怪胎。而噴氣式客機在氣動設計上天生具備很強的靜穩定性，你把一架飛機扔在天上，飛行員就算鬆開雙手，氣流吹過機翼和尾翼，飛機也能自己改平。但直升機是一種天生的固有不穩定系統，你在空中敢鬆開操作桿，它就能以反人類的角度在天上翻滾給你看。在高速往前衝的時候，直升機還要面臨前行槳葉與後退槳葉的升力失衡，迎着風旋轉的那一側槳葉相对氣流速度極快，翼尖甚至會逼近音速，產生激波阻力，而背着風旋轉的另一側槳葉相對氣流速度極慢，極易直接發生失速，這就把直升機的飛行速度給限制住了。一旦猛推油門或者做過激機動，升力很大概率就會崩塌。而當直升機以較低的前进速度垂直快速下滑時，旋翼向下吹出的气流會被旋翼邊緣重新吸上去，在周圍形成一個死循環的閉合環形渦流。這個時候，哪怕飛行員把總距桿拉到天上去，旋翼也只是在自己攪亂的穩流裡空轉，根本抓不住任何有效空氣產生升力。結果就是越想救越難救。再加上降落接觸地面的瞬間，只要單側輪子被地面雜物卡住，機身稍微傾斜一點，原本向上的升力就会化為翻滾力矩，將機身掀翻在地。除了機械和气動的缺陷，直升機真正要面對的就是惡劣生存環境。反觀噴氣式飛機，它可以飛到平流層，那裡氣流平穩，還有地面雷達航路管制定向護航。而直升機它的主戰場全在距離地面幾十米甚至十幾米的超低空，在這個高度，飛機人類肉眼在幾百米外根本看不清高壓電線。無數直升機在執行野外救援或低空突防時，都是被電線直接纏碎，旋翼墜毀的。同時，山谷穿堂風、城市高樓縫隙風、海面亂流等微氣象風切变，隨時都能把自重較輕的直升機拍在山崖上。客機起降好歹有鋪裝平整、摩擦係數標準還帶盲降系統的跑道，而直升機降落的地方就惡劣得多。飛行員全憑肌肉記憶和八字在試探，把這些極其惡劣的客觀條件疊加上去之後，對飛行員更是極大的考驗，甚至需要手腳同時高強度聯動。飛行員右手抓着周期变距桿控制前後左右的俯仰與橫滾，左手提着總距桿並轉動油門控制整體升降，雙腳還要死死踩着方向舵踏板抵消主旋翼扭矩。更重要的是，這三個系統完全深度綁定，你左手拉一下高度，反扭矩立刻增加，導致機頭偏轉，雙腳就必須立刻蹬舵補平衡，補舵消耗了動力，右手又得跟着微調姿態，整套動作根本容不得半點大腦思考的延遲，全得靠神經反射。在超低空環境下，長時間精神緊繃，一旦產生疲勞，或者在霧氣中發生分不清天地的空間定向障礙，幾秒鐘的誤判就是機會人亡。雖然說直升機有自轉下滑這一最後保命手段，但在真實突發特情裡，自轉下滑在很多場景根本應用不過來。比如直升機在超低空或者低速悬停時突發熄火，旋翼高度不夠，建立足夠的自轉轉速，還沒形成氣流托舉就砸地上了。而能在這種環境下把飛機救回來的，無一不是奇蹟。